看到你我就想到法式料理。对，我今天又带来2道法式料理，所以今天的法式料理又是这一个很传统的法式樱桃鸭胸，经典然后做红酒老醋酱。红酒老醋酱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的料理，其实在家里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完成的一种料理手法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家就可以跟着做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这样我们今天取的1块鸭胸，现在鸭胸在一般的超市其实都买得到，就真空包装的就可以。真空包装鸭胸哈。那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就是要放在冷藏做退冰的动作，千万不要用冲水的方式去做退冰，就是自然退冰。对，不然鸭肉的甜味会慢慢的一直流失掉。所以我就真空包装直接拿去退冰，放在冷藏。你可能隔天要烹调，那我前一天晚上就放在冷藏，让它自然做退冰就可以了。OK， 那鸭皮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油脂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划刀的方式。好，所以我们鸭皮还要先划过刀，是方便它的这个鸭油可以流出来吗？对的，我们等一下在煎的过程当中，鸭油比较快释放。那我们的划刀其实它是有技巧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只划到皮，不会划到肉。对。但是这是老师的技巧啊，我们家庭主妇可能还是会。我们慢慢的来就好了。还要再。然后我们其实画的这个手法叫做菱格纹。菱格纹。对。这不只是为了释放这个鸭油哈，我们到时候也会有这种美观的外皮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皮画好之后会现这个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腌制的动作。我们在腌制的动作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我们不会在皮的这边撒上任何的调味料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煎的时候它会黑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就在肉这边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的调味料一样，非常的简单，盐、胡椒、糖。好。对，最基本的调味就 OK 了。一定要加糖，是为了提鲜吗？提鲜。那如果你只放盐巴的话，其实会就是死咸。对，那我会有一点点的糖，去中和的咸度。好，我们要用手拍一拍，就按压一下就可以了。按一下。好，记得我们现在的锅子是冷的锅子下去。好，那这个火力我们要大概调整在？我们在家里做的话，就是开最小火。最小火。如果你有不粘锅，一样是开最小火，慢慢的让锅子热，它的鸭油就慢慢会被逼出来。对，然后你现在看的鸭油现在是非常的厚，等一下会薄薄的一层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等待那个薄薄的皮出现。对，这就是需要时间。那我们现在前面有起了一锅水哈，我们来制作我们的今天的配菜。我们先下一点盐巴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特别再加奶油。对，我们用奶油水去烫蔬菜。这效果是蔬菜会比较漂亮吗？第一个蔬菜比较漂亮，第二个蔬菜它会有奶油的香味在上面。直接附着奶香就对了。哦，真方便。好，水滚了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蔬菜放进来。这都只需要烫一下，烫熟就可以了吗？是。我们羊菇等一下会用剩下的这个鸭油直接下去大火煎它。对，我就在想，羊菇应该还是跟油最搭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我们蔬菜捞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加一点点这个奶油水，刚刚泡着。这样子香气还会保留吗？对，它在可以吸它的味道。好，我看那鸭油好像很多了耶。对，越来越多了。我们鸭油现在看到鸭油很多之后，我们就必须要倒出来。我们的鸭油为什么也现在就要倒出来呢？ OK， 如果鸭油一直在锅子里面的话，变成我们的皮，它是用油炸的方式，所以它的皮会变成硬。哦，变硬。对，那我们的皮现在是要酥脆的效果。酥脆，所以还是继续煸它。是让油出来，而不是让它吸进去。是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的同时制作酱汁，红酒。红酒因为它有单宁酸，有涩味，所以我们必须也要让它先煮过、滚过。滚过以后再来调味。对，好。然后滚过之后，我们才会把老醋放进去，就不会影响那个涩味跑出来。对。好，红酒滚了之后呢，我们老醋就下来。哦，这醋明显的是就是比红酒多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会用糖，糖会放多一点，因为我们的那个老醋非常的酸。好了，这样我们的鸭会呈现非常漂亮的
金黄色。哦，很漂亮哎。对，有没有看？刚刚这个现在鸭皮已经很薄了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，我们会把奶油放进来。哦，我们还要再让它添香香气就对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所有的香料，我们的迷迭香、百里香，都把它放进来。蒜头，用奶油让它去。鸭油已经非常的丰富，刚好可以来煎这些香料了。好，当我们的奶油完全都融化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翻面，换肉面。所以现在是用香草在煸香它的，对。是。我们把肉面红色的地方把它煎到上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让它呈现红红的状态，因为你让它呈现红红的状态的时候，等一下在烤的过程当中啊，它会一直流出它的肉汁出来。好，我们的烤盘。烤盘先来。对。来，记住，我们一些香料可以把它打底。哦，垫在底下。对。剩下的奶油跟它的，真的很香哎。我们就把它放上来。好，那我们要进烤箱了。好，烤箱我们要调整什么温度呢？我们今天用170度的温度。170度。对，用温度低一点点。低一点的温度，因为鸭肉本身它的肉质它比较容易硬。好。对，所以我们用低温的方式下去烤。我们大概烤多久呢？大概烤5分钟就可以了。5分钟就可以了。对，5分钟至6分钟。所以我们烤箱都是先预热过，先预热过，没错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个锅子不要去洗，我们要它的那个香味道。对。然后刚刚的鸭油不要浪费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酱汁要来准备一下了。酱汁已经在做浓缩熬住了。浓缩。对，那我们也是浓缩到稠，浓稠。浓稠。对。鸭菇一样。也是要有一面先上色。对。鸭胸本身它烤的时间不用很长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鸭肉会老吗？我们鸭肉其实红肉就是属于牛肉、羊、鸭3种红肉份，其实我们都可以吃7分熟。如果它这食材是新鲜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吃到7分熟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它的甜味。所以鸭肉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。对。好，我们把它煎上色，其实就 OK 了。关婷主厨，没错，5分钟到。我们在摆的过程当中会摆盘啊，其实我们都会让它去吸，让它吸水分。所以我们这鸭胸是切这么厚的一个块状。对。我们现在淋我们的酱汁。我看到很多厨师就是很喜欢这个镊子哈，对，是一定要有的。它好夹。摆盘的时候就非常的需要。如果我在家里这样摆一盘，真的也是感觉心情很好。好，我们最后再补一点酱汁进来。好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美味的鸭胸就完成了。对。哇，这鸭肉我一定要沾一下这个老醋酱给观众朋友看一下。皮是脆的，肉是嫩的，真的很好吃。
那个老醋的那个酸味，应该有把肉的甜味拉出来。真的，我觉得这就是要这个酸度，对，非常棒。其实花的时间真的不多哎。如果这个观众朋友在家里面想要有一道道地的法式料理，法国人必吃的一道菜，那今天冠廷主厨为我们带来这个真的有艺术性，但是却不用花很长时间哦。哇哦，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？今天冠廷老师非常的厉害哦，给我们介绍这2道菜都是看起来高贵大方，实际上是非常的容易做的。那我们在家也可以试试看操作。再次谢谢冠廷老师，谢谢主持人，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邀请你来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拜拜。